只是因为我的一句绝交。从小患有自闭症的竹马，宁愿站在烈日下远远望着我，也不会出现在我面前惹我生气。前世我因为他的病对他避之不及，直到一场车祸，他不顾一切地冲进火场，最终和我一起赴死时，我才明白他的心意。所以重生的第一时间，我就立马飞奔去找他。我找到他的时候，他正呆呆地站在树下看着我，只要仔细观察，就能发现他和别人的不同。我迈开步子朝他走过去，没想到这些年不见，他竟然长得越来越帅。看着我的出现，风四年眼底的呆滞立刻泛起波澜，那视线仿佛全世界只剩下我一个人。很快他想起我说过不许他出现在我面前，却没想到腿和大脑没协调，左脚刚踏出一步，整个人就呆在了原地。我还没来得及打招呼，他却低着头微微抿了下嘴，声音机不可闻地蹦出一句对不起。我愣住了，不明白他为什么要和自己道歉，也实在没想到我们见面他的第一句话竟然是道歉。他说完又陷进自己的世界，鸵鸟一样只敢盯着自己的脚尖。小时候我就知道风四年有自闭症，没遇见我前基本上能闷头对着地板发呆一天，白天黑夜傻傻分不清。直到遇见我之后，一切都不一样了。他和别人一句话不搭，却会在看到我时视线紧紧跟着我走。想到这，我看向风四年微微笑道，你是专门来等我的吗？风四年依旧低头看着地面，没有回应。过了好一会儿才点了下头。我又耐心追问，那你找我是有什么事呢？结果他只是摇摇头。一时间相顾无言，气氛陷入诡异的沉默。我挠了挠后脑勺，不知要怎么开口。风四年也不着急，看着地面发呆。可是皇帝不急太监急啊！站在汽车旁的司机看着我们这边的情况，急得直跺脚。少爷啊，你每星期要来李小姐的校门看一趟，现在好不容易见到人了，怎么又不说话？突然间，一声咕噜声打破了我们之间的尴尬。我眨巴下眼，确定声源没找错。你饿了吧？中午饭还没吃呢。他睫毛颤了一下，终于抬起头，迷茫地看着我。饿了。我解释道，你肚子咕咕叫了，那就是饿了。他小声哦了一句，又低头呆呆地看着地面。我拍拍脑袋，想起在他的脑袋里并没有这个认知，于是我笑着一把牵起他的手，往食堂方向走。风四年怔了一下，眼睛缓缓移向他们紧牵的手，唇角扬起一抹细微的弧度。司机见状，连忙欢喜地跟上。我们到达食堂时正是下课高峰期，突然来了一个超帅的男人，所有人的眼睛都齐刷刷地看了过来。风四年不自在地紧抿嘴唇，整个人本能往我这边缩了缩。看着风四年的样子，司机脑子里瞬间警铃大作，糟了，少爷对别人目光敏感，这么多目光要是刺激，很容易情绪失控，发生自残或者伤人行为，立马小跑过去。我没觉察有什么异样，转过头问他，你喜欢吃啥？风四年脑袋正一阵一阵的抽痛，可是听着女孩的声音，身上的暴躁立马就平复了下来，也没有回话，只是呆呆地看着我。我知道他的问题，怕他太无聊，于是自言自语起来，我记得你以前老爱教我碗里的茄子，还喜欢吗？再给你来份肉吧，得营养均衡。听着我嘀嘀咕咕地说这话，风四年的眉头渐渐舒展开，眼里仿佛只剩下我一个人。司机本已迈开的步子狠狠收住，眸里全是震惊。少爷发病时，每次都要花费9牛2虎之力才能把人安抚好，这才不到2分钟，竟然就被李小姐安抚好了。难怪夫人嘴里老是念叨。到了打菜窗口，我直接点了2份完全一样的饭菜。OK， 咱们把托盘端去那边吃。我手把手教他端托盘，刚抽出手他就皱紧眉，立马把手又送回来，掌心贴着我才松了口气。你现在要端托盘，不能牵手。我又抽出来，风四年又牵，如此好几回，我不自觉地拧起眉心。他这么难沟通的性子，也是我以前讨厌他的原因。要是搁上辈子，我早就发脾气了。只不过死过一回的我，脾气比从前多了层皮，就由着他黏。风四年见我皱着眉，眼里很快多了抹慌张，嘴角紧绷。苏浅浅这是生气了，因为没听话就会让他离开，可他就是停不下来。他想一直和苏浅浅牵着，微微会讨厌他，会让他离开，会再也不和他说话。越这么想，脑袋越疼，像一堆钢针扎着他。他猛地抬拳往太阳穴砸了一下。风四年突然的动作吓了我一跳，连忙拉住他的手，安慰道：没事没事，我们不松开了，就一直牵着，一直牵着好不好？远处的司机也条件反射以为他又发病，连忙跑到他面前，从兜里掏出一瓶药就要喂给他。少爷，我带了药，吃了就不会痛了。风四年没理会司机，只是呆呆盯着我，嗓子发干带点不确定。真的，你不松也不会讨厌我。我赶紧把2只牵在一起的手举到他跟前，认真点头，真的。看，风四年嘴角微微上扬，乖乖站在我身边，像啥事都没发生。司机彻底看傻了眼，李小姐这简直就是神了呀！眼见我一只手端着歪歪扭扭的托盘，司机立刻冲过来，李小姐，我帮你端吧，你和少爷去那边坐着休息。我确实腾不开手，那麻烦你了，谢谢。我带着风四年到一个角落找了个位子坐好，一会儿司机也把2份饭菜摆到桌上，我把饭卡递过去，你应该也没吃午饭吧？饭卡给你，你去打点吃的吧。司机立马摇头，不用不用，我等会儿啃个面包就得了。守着少爷是头等大事，自己跑去排队吃饭，万一少爷又发病了怎么办？我知道风家规矩多，也不勉强，把筷子递给风四年示意开饭。风四年看了看筷子，再抬头望我一眼，半天才慢腾腾接过筷子。风四年吃饭特别慢，每口菜都嚼个半天，有时候会发呆半天。见他夹着一块肉正煮，我侧过身，温声提醒风四年先吃饭。他睫毛微抖，仿佛刚从梦境里抽回神，把肉慢慢送进嘴里。司机眼见这一幕，惊掉了下巴。以前谁要敢打扰少爷发呆，下一刻立马就会掀桌子，也就李小姐有这个本事。我埋头吃饭时，突然一双筷子伸进我的菜盘里，巧摸夹走一块茄子。我盯了他2秒，你那边茄子不是没动的吗？风四年不说话，又把我的土豆夹走，我只好直接把盘子推进一边。吃完饭，我送风四年到校门口，叮嘱司机，麻烦您把他顺利送回家，毕竟风家在隔壁市区，回去还要好几个小时。
事。李小姐客气了，这是我的分内事。风四年听到我的话，攥着手不松，眼神深沉，带着一丝不舍。我看着他的样子，想起上辈子最后见到的便是这样的眼神，语调也柔软些。你现在要回家了，在途阿姨可要担心了。风四年摇摇头，我踮脚揉了揉他的脑袋，乖一点，快点回去吧。他瞬间亮起一双眼，原本的固执也化成柔顺。小时候我每次哄他办正事，我都爱这样揉揉他的头，可自从被同学嘲笑后，我就再也不摸了。记得到家给我发消息报个平安，知道吗？风四年愣愣地问我，苏浅浅，你会回消息吗？我点点头。他嘴唇绷着，但围角弯出了细小弧线，分明是在偷着乐。风四年规规矩矩上了后座，任由司机载他回家。妈妈说想一个人可以发信息，可每次他发给苏浅浅，他都不回。不过这次他答应会回复。风四年一路捏着手机，巴不得立刻飞回家发消息。目送风四年离开之后，我转身回宿舍，刚进门，李荣就气势汹汹扑了过来，坦白从宽，抗拒从严，说帅哥哪勾搭来的？我一头雾水，什么帅哥？就是你在食堂那位啊！隔壁宿舍的人都传遍了，你和一个长得逆天的帅哥一起吃饭，他还为你自残捶脑袋，旁边还有个一般长相的舔狗给你们端饭。他这么一说，我彻底懂了八卦的威力。哪跟哪啊？风四年只是我朋友，那个男的是风家的司机，我真没在两个男人间游走。李荣满脸写着不信，朋友会这样拉手，我简直不知道咋说，不是十指紧扣谢谢。而且他情况特殊，有自闭症，很多时候要哄着，不然会发病。李荣的反应和别人一样，表情可怜，这么帅的男生随便吊打一大片，偏偏有精神疾病，太可惜了。我下意识皱了下眉，以前也无数次听人讨论风四年，我从不当回事，可如今再次听到这些话，我心里居然很不舒服。另一边，风四年回到家后，王桂英立刻迎了上去，就看见自家儿子在盯着手机，在想些什么。这一幕他早就见怪不怪。小年，今天玩的还好吗？饿了吗？妈这就进厨房给你做最爱的茄子。顾君玉只是站在玄关，没有往里再进一步，拇指在屏幕上点来点去，之后又对着手机开始发愣。他的行为奇怪，但王桂英还是发现了他微翘的唇角，这是他心情很好的表现。小年在看什么呀？可当视线落在屏幕上，他的笑容僵在脸上。手机页面是与我的对话窗口，最新一句时，我到家了。下面密密麻麻的消息：云是今日小雨，云是今日晴，云是今日大雨。清一色前头亮着刺目的红色感叹号。我早已把风四年从通讯录里删掉，可是风四年却不知道这些感叹号什么意思，还一直不厌其烦地发着消息。王桂英眼眶一下湿润，悄悄捂住嘴，止住抽泣。小年，先去吃饭好不好？说不定饭后苏浅浅就会回你。手还没碰到他胳膊，风四年已经侧身让开，紧绷着眉头。苏浅浅就说会回复的，他要等着。如果苏浅浅就知道他不等不乖了，会不理他的。就像上次他没有乖乖听话，就再也见不到苏浅浅就了。王桂英见他情绪不对，只好柔声说道：好，不吃饭，先等等。3小时过去了，风四年依旧僵站在玄关，不愿意吃饭，死死盯着手机。王桂英扑进丈夫的怀里，泪流满面。老风轻拍他肩膀，语调安抚：别担心，小年也不是第一次这样，一会儿就过去了。你先吃点，别饿坏了身子。王桂英红了一双眼，可之前他最多1小时就走开了，现在都3个小时了。他急忙掏出手机，不行，我要给苏浅浅打电话。风爱国蹙眉，咱不是说好再也不打扰人家了吗？王桂英哽咽着，我管不了那么多，儿子现在这个样子，我一个妈咋忍得住？说罢，他咬牙拨通了电话。另一边，李荣的洗漱用品用完了，趁着晚上没课，拉着我去宿舍门口的超市补货。回程路上，八卦又提到了我中午找你的那个帅哥，青梅竹马跑不掉吧？虽然有点小毛病，可你们那熟络劲儿，没点心动。我笑出声，摇头，那怎么可能？你真不知道他小时候多闹腾，见了就头大，没心动简直太正常。回忆那段童年，风四年哪怕我去哪都跟着，连上厕所、洗澡都寸步不离。8、9岁时没啥概念，后来一懂事我就受不了这种变态的依赖。李荣瞪大双眼，真的假的？帅哥在眼前你都无感？我无奈苦笑，真的呀。心里想着，别说最初没动心了，现在重活一回我还是没动心。但想到上辈子风四年居然为了我一起赴死，我的心底还是有些气恼和惋惜。他本不应该为了依赖我而活，更不该把命搭进来。这一世我就帮他治好病，报答他陪我赴死的恩情吧。他一向抗拒医院，拒绝见医生，只有我在旁才肯半推半就配合点。自从绝交后，我再没见过他，只偶尔听说他稍微好转的病情急剧恶化，不过以后我会陪着他的。突然一阵手机铃声响起，打断了我们的谈话。摸出口袋里的手机，屏幕上跳出王桂英3个字，我不禁怔了一下。上次和江阿姨还有联系，还是高中刚毕业上大学那会儿，她偶尔会打电话过来，内容也都离不开风四年，不是病情发作，就是抗拒看病，总是让我出面劝她几句，可每次都被我拒绝了，因为我不想再和风四年有任何交集。久而久之，王桂英的电话也渐渐少了。电话那头，王桂英的声音带着哽咽：浅浅，阿姨知道小年以前不懂事，曾经伤害你，你讨厌他也完全没错，可现在只有你能让小年听进去话，你不用见他，发条消息劝劝他配合治疗就行了，好吗？我赶紧安抚：阿姨，风四年是出什么事了吗？你说说，我能帮的一定帮。王桂英语气无助，她回家后就一直愣着，整整3个小时连饭都不肯吃，只给你发了消息。我知道你把他拉黑了，他又不明白这些。我顿了下，才想起来当年生风四年的气，一气之下把他所有联系方式都删了。这么多年早已忘记了，但我答应过风四年，只要他回到家发消息，我一定会回复。难不成他现在正在等我消息吗？阿姨，你把他的手机号发我下，我先把他微信加回来。我赶忙出声。王桂英不知道有多高兴，立马把号码发了过来，还顺手帮忙通过了好友验证。我看着风四年的灰色头像，忍不住笑出来，随即发了条信息：到家了吗？假装不知道他在门口傻站3个小时的事。看到新消息弹出，风四年原本一潭死水的眼里像是被点亮，僵着的嘴角也慢慢扬起来。
浅浅回他了，浅浅也在想他，于是慢慢的打出一个嗯。这次我直接秒回，吃晚饭了吗？要记得吃饭哦。风四年一脸茫然抬起头，对上爸妈那双裹着担忧的眼睛，他虽然看不明白，但终于开口要吃晚饭。王桂英一听，瞬间欣喜若狂，马上跑进厨房，儿子，妈这就给你端热饭来。封爱国见状，脸上也十分开心，可是心里还有点不是滋味，自己养了20多年儿子不听话，却只对外人言听计从，这叫啥事啊？可这种心情来得快去得也快，他招招手，小年来吃饭，要到餐桌来吃。风四年慢慢走过去，吃饭动作也是极慢，但步骤明确，先吃米饭，用什么菜配多少菜都要按照要求来。这些怪癖别人不懂，可王桂英只要看他愿意张嘴吃，怎么都行。吃完饭后，他放下筷子，手机立马出现在手上，第一时间向我发来晚饭已完毕的汇报。我立即回了句真棒。风四年得到鼓励，嘴角又悄悄上扬，眼里仿佛藏了一点点得意，随即转身往楼上走。王桂英声音里掩不住激动，老公，你看，以前我给微微打电话，她都一口拒绝，现在愿意帮咱们劝小年了，你说要是我再拜托她陪小年去医院，她会不会也答应？封爱国拍了拍他的手，劝他别太冲动，慢慢来，别着急，咱们再看看，别到头来希望落空更难过。夜幕下的十字路口，2辆车相撞，满地狼藉，空气里夹杂着嚎叫和汽油的糊味。尽管昏沉得看不清细节，我还能分辨出那个人的身影。他死死将我护在怀里，一点都不怕眼前肆虐的火舌。烈火将他的脸映照得明明白白，而他那双没有尽头的黑眼睛里面全是我。我猛地睁开眼睛，惊出一身冷汗。我怎么又梦到前世的场面了？我正准备倒头再睡，可是脑海里还回荡着梦里风四年的身影。鬼使神差间，竟给他发了一条微信：睡了吗？等清醒过来，我才拍拍脑门，谁家好人凌晨3点还没睡觉啊？正准备撤回消息，却收到风四年的消息，没有。我愣了一下，又瞄了一眼时间，确定这不是下午而是夜半3更，忍不住追问，怎么还不睡，在干嘛呢？风四年的回答一向言简意赅，躺着。我愣了下，才反应过来，他的躺着就真的只是躺着，其他什么事也不做。我想起小的时候，他曾在我的家里过夜，那回他嚷着不想回家，王桂英硬是把我们拆开，他大哭一场，没辙，只能留他继续睡我家。夜里我被尿憋醒，刚睁开眼就发现风四年瞪着一双溜圆的大眼珠，直愣愣盯着我。我迷糊地问他，你怎么还不睡啊？那时小风四年说话磕巴得很，结结巴巴地挤出句，我在睡觉。骗人，睡觉应该闭着眼睛。说着我伸手盖住他眼皮，就像这样。看他眼珠还不安分地乱转，我立马补刀，不许睁开。小风四年这才乖乖闭眼不动。想到这里，我轻笑了2声，给他发去信息，睡觉要闭上眼睛。风四年呆呆地回复，我知道，浅浅教过，那现在就闭上眼睛乖乖睡觉吧。我总感觉他的语气带着一丝得意，于是给他发了一个摸摸脑袋的表情包。收到表情包的风四年疑惑了一瞬，他能明白每一个字的意思，但却不明白这些图片的意思。不过摸脑袋，浅浅想摸他的脑袋，他的眼睛倏地亮起，盯着图片看了许久，久到我又重新睡着，一个同样的表情才发过来。周二是我课最多的那天，为了不迟到，我一大早就起床了。而另一边，风四年7点准时坐上小车。王桂英看着坐在后排座位的风四年，面色忧愁，夫人，您放心，我一定会照封好少爷的。司机拍着胸脯保证，我知道。他叹了一口气，泪眼朦胧，有时候我是真的怨浅浅，他怎么能那么狠心，真的就和小玉断了4年的来往，害得小玉原本好转的病情也恶化，每周还要去那么远的云市找他。毕竟的亲妈总是偏向儿子，浅浅不知道我们小玉去找他这件事不怪他，而且小玉会好的，就算好不了，我们封家家大业大，难道还怕养不了小玉吗？封爱国说道。可我们总不能陪他一辈子，万一……王桂英还想说些什么，司机便开口打断了他的消极情绪。夫人，少爷上周去云市的时候，苏小姐见了他，还和他一起去食堂吃饭了。王桂英和封爱国皆是一怔，食堂吃饭？是啊，说不定今天苏小姐也会见少爷的，还会让他早点回家呢。司机说道。时间到了，风四年看了眼手表，表情有些生气。司机快手速回到车上，油门一踩，车子迅速驶了出去。中午放学后，我和李荣去食堂吃了午餐，然后就回宿舍准备午休。正半梦半醒间，听见枕边的手机响起信息提醒声，迷迷糊糊的摸起手机。王桂英，你和小玉吃完午饭了吗？听说今天云市有雨，吃完就让他早点回家吧。和风四年吃午饭，我迷糊的回了一句，阿姨，您是不是发错人了？下一秒，王桂英的电话就打了过来，慌忙问道，小玉今天一大早就去云市了，她没去找你吗？找我了。我的睡意霎时清醒了一大半，从床上坐起来，阿姨，你先别着急，我现在就去校门口看看。我匆忙爬下床铺，上次我就是在校门口发现的他。我赶到校门口旁的那棵大树底下一看，果然看见一个熟悉的身影。你来了，怎么不告诉我一声？我喘着气来到风四年面前，风四年的唇角在看到我的时候浅浅上扬，可当听见我的问题时，又不安地低下头，眼睛不敢和我对视，好半晌才抿着唇回答，浅浅，不想见到。我瞬间怔了怔，因为我不想见他，所以他宁愿在校门口站1天也没有告诉我吗？我什么时候说过不想见？我正想为自己辩解，然而话才说一半就顿住了。我还真说过，那是高考结束后毕业聚餐，风四年说什么也要跟着我一起去，加上父母也一直劝自己，只好把他带上了。当时我有一个抱有好感的男同学，聚餐的时候还偷偷看了他几次，可是风四年永远不知道什么话该说，什么话不该说，直接在现场问道，浅浅，为什么一直看他？班上50多个同学和老师马上投来看戏的眼神，害得我直接当场社死。而那位男同学什么反应也没有，甚至还和身边调侃的兄弟说了句他
们不熟。于是回到家后，我哭着和父母说，以后再也不想见到风4年了。还有就是我们的最后一次见面的时候，我嘶吼着对他说，这辈子再也不想看见他。想到这里，我认真叮嘱他，那是以前，我现在想见你了，所以下次再来找我，一定要和我说，知道吗？风4年的脸上瞬间扬起灿烂的笑容，重重的点头。别看风4年呆呆的时候很呆，可是他的笑容颇有种一笑倾城的魅力。此刻旁边的同学都看得呆住了。别笑了，就算我只是把他当朋友，也不自然的红了脸颊。风4年很听话，马上就将嘴唇抿成一条线，全然一副不苟言笑的模样。我轻咳一声，拍拍自己微红的脸蛋，让自己清醒一下。你在这里等多久了？吃过午饭了吗？他没有说话，突然伸出一根手指戳了戳我的脸颊，拍红了？这不是拍红的。我尴尬的解释。他的脑袋歪了歪，眼神困惑。为什么红？就是跑得很累很热，所以才脸红的。我可不好意思说是被他的笑脸羞红的，急忙岔开话题。你还没回答我的问题呢，吃饭了吗？少了一个问题。风4年记得浅浅是问了2个问题的，1个小时37分，没吃。平时我都是只有5分钟的耐心，没想到他竟然就站着一动不动，等了1个多小时。如果我没出来，你是不是就要一直等到天黑？风4年晚上8点20分回家，4个小时的车程，回到柳市已经是11点半了。我瞬间有些难受，你这么晚回去，江阿姨不会担心吗？怎么可能不担心啊？司机杨旭立马把话题抢了过来，唉声叹气，每次少爷来云氏，夫人就担心得吃不下饭，生怕少爷出意外，又或者在外面发病。可是少爷的脾气你是知道的，除了你，没人能劝得动。每次我注意到他话里的措辞，诧异道，他来找过我很多次了吗？是啊，从你来云氏读大学开始，少爷每周2都要过来看你，说是看你，可来了之后就往校门口一站，什么也不做，不进去也不喊你出来。我猜是因为你说不想再见到少爷，所以他才每次只是偷偷来看看吧。我现在大4，从入学开始计算，到现在已经有3年多了，那这3年里他就来过110多次。突然我想起之前听到的一个八卦，说是校门口这边经常看到一个帅哥在等人，估计是和女朋友吵架了，所以来学校这边等人，但是等到晚上也不见女方出来。一开始这件事也挺新鲜的，大家都在期待能让帅哥心心念念，从早站到晚的女朋友到底是何方神圣。可是月复一月都只有他一个人站在校门口，于是渐渐的大家也都习惯了。那时李荣也拉着他说要去校门口看一眼到底有多帅，可他到校门口的时候根本没看见什么帅哥，只有路边停着一辆低调奢华的黑色小车。我转头看向门口的那辆小车，和当时见过的一模一样，和上辈子火场旁边停着的也一样，怪不得他当时会出现在现场，原来他一直都跟着我，难怪那么粘人的他却一直没有出现在我跟前，我还以为后来他的病情减轻了，原来他的病一直没好。我眼睛泛酸，那为什么我以前路过校门口都没有看见他？因为少爷躲起来了，怕你说他不听话。杨旭的心口也跟着酸涩了起来，但是去年开始很少见到你再经过校门口了。去年我神情晃了下，想起大3那年的课程特别多，只有周末才会从校门出去，难怪上次见到他的时候他下意识想躲着我。风4年似乎感觉我情绪低迷，赶忙慌张安慰我，浅浅不哭不哭，学着我摸他头的样子摸着我的头。杨旭看见风4年的举动，心里有些触动。苏小姐，虽然我说这些不合适，但少爷是真的很喜欢你。我拉过风4年的手，我没哭，走，我带你去吃饭。我们来的晚，已经没有什么吃的，于是我买了一份蛋炒饭，拉着风4年坐到角落，先吃这个填一下肚子，待会儿饿了再让司机给你买点吃的，坐车回去的时候吃，好吗？风4年听话的乖乖吃饭，我坐在一边，脑海里却浮现司机刚刚说的话，少爷是真的很喜欢你。风4年的脑子真的懂什么是喜欢吗？他依赖我，也只是因为他的病而已，等他痊愈了，估计连见都不想见我了吧。风4年，你最近有去张医生那里吗？我轻声问道。张医生是国内治疗自闭症的权威医生，从小就给他治病，我见过很多次，人很和善。风4年听见这个称呼，眉头轻蹙，看起来不太开心。没有，我没感到意外，他的病一直不好，肯定没有治疗，为什么不去？风4年突然大喊大叫起来，桌子上的炒饭也被他推倒在地。不去，不去，我不去！突如其来的发病让我哥霎时愣住，在远处看着的司机杨旭迅速跑过来把他抱住，防止他会做出什么自残行为。我口袋里有药，快拿出来给少爷吃下。我紧张着急的把药瓶拿出来，却想起以前张医生说过的话，不行，吃太多镇定药对身体和精神都有损伤，要劝他自己平复下来才行。少爷发病谁劝得了？杨旭用力的箍住风4年，额头青筋暴起。我伸出双手捧住风4年的脸颊，风4年，看着我，看着我，我们不去了，不去了，不去了，嘴里不断重复这一句话。轻婉的声音在刺痛的脑袋里萦绕，是他熟悉的声音。风4年的狂暴慢慢退去，脑中的刺痛也被抚平。不去，他撅了撅嘴，委屈巴巴的开口。杨旭见自家少爷这么快就平静下来，人都傻了，或许真的过不了多久，少爷的病直接就好了。我看到风4年平复下来，便把自己的手收回，向朝我们这边看来的同学、食堂阿姨道歉，不好意思，这边我们等下会收拾的。说完，我担心的朝杨旭看去，你怎么样？哪里受伤了吗？刚才有点急，就撞了一下桌子。杨旭抬起胳膊，上面多了一滩淤青。我眉头轻蹙，我们食堂放有应急药箱，你等一下，我去拿。杨旭正想说这点小伤不碍事，可是还没来得及开口，我就走远了。你自己擦一下药吧，我来打扫垃圾。我把药箱递给杨旭，然后提起扫把开始清扫。尽管我的面色平静，但风4年还是察觉到我情绪不好。浅浅，风4年扯了扯我的袖子，他不知道要怎么做，只能无助的喊我。我抽出我的袖子，没有理他，认真清扫着藏在角落里的碎片。等我把垃圾打扫完的时候，风4年已经是一副快要哭出来的模样。我心里叹了一口气，伸出手摸向他的脑袋，厉声说道：“你刚刚把我买给你的饭打翻了，还伤到了别人，对不起。”风4年道歉的飞快，就像是刻在骨子里的记忆一样。还有他，说着我指向杨旭，对不起。风4年嘴里的道歉说得极快，得到原谅。风4年再次伸手扯上我的袖子，见我没有挣脱，他就知道我原谅他了。
脸色也变开心起来。刚才为什么头疼？是因为我说了什么不该说的话吗？如果是的话，我向你道歉，对不起。风四年着急的摇头，没有，他才不会生浅浅的气。我知道你的头疼是突然性的，但是下次我们试着努力控制一下，好不好？好。风四年委屈巴巴的点头，只要是浅浅说的，他都会统一的。等我们从食堂出来，原本晴朗的天气突然变得阴沉，似乎就要有大雨降临。我下午还要上课，你今天早点回家好不好？风四年顿时一副可怜兮兮的模样。我带着风四年走出校门，路上收到李荣发来的信息，问我有没有沉浸在男色中，忘记了下午的课。我轻笑一声，边回信息边走路，看到我的注意力被手机吸走，风四年的神色可怜，脸庞耷落，像极了一个被遗忘的、等待被恩宠的小狗狗。眼看着我就要撞上前面的垃圾桶，他悄悄伸出小手，扯着我的衣袖绕过障碍物。于是我干脆伸出一只手抓着风四年的衣角，让他带自己。看着揪着衣角的那只小手，他低落的情绪又突然高兴了起来。这个动作就像小时候我和别人玩的老鹰抓小鸡的游戏一样，那个时候他只能站在大树底下看着浅浅和别人玩，现在他终于也能和浅浅玩了。直到走到校门口还有些意犹未尽，我转头对杨旭说道，对了，你等下路过什么饭店就给风四年买点吃的，刚才食堂的炒饭没吃几口就被他打翻了。这个苏小姐，还是你给少爷买吧，我怕我买的东西少爷不愿意吃。杨旭神色有些为难，我想了想，附近没有吃饭的地方，只能到旁边的便利店买几个面包给他，坐车的时候吃，知道吗？风四年如同珍宝似的紧抱着这几个面包，乖乖点头。看见他这副模样，我沉默一瞬，不知道他有没有听自己说的话，于是又多叮嘱几遍。等他们开到半路，大雨就落下了，周围被沉闷的水声包围，咕噜咕噜的肚子叫声在车里特别清晰。杨旭轻笑，少爷，你要是饿了，就先吃2个面包填一下。半晌，风四年不悦的拧眉，为什么要吃？这是浅浅送给他的礼物，吃了就没有了。王桂英看到风四年回来都是笑着的，于是微笑着迎接他。小年今天好像很开心。杨旭也笑着点头，是啊，少爷见到了苏小姐，心里肯定开心。苏小姐还给少爷买了面包，但现在都捧着不愿意吃呢。他开心，捧着就捧着吧。如果风四年能一直这么开心，就算他要捧着1箱面包，王桂英都会给他买。还有一件事，杨旭神色担心，少爷今天在外面发病了。什么？那小年有没有受伤？王桂英脸色突变，夫人。杨旭把他叫住，将苏浅浅1、2句话就把发病的风四年哄好。还有他关心少爷用药太多损伤身体，这事告诉他。听见自家儿子没有受伤，王桂英这才松了一口气。接着他又想到，浅浅愿意见小年，还关心他的身体状况，这是不是说明他已经和小年和好了？那浅浅是不是也愿意陪小年去医院治疗了？想到这里，他就激动的马上掏出手机拨了个电话过去。另一边，我下课后看见手机上的未接来电，随即回了个电话，阿姨，您给我打电话是有什么事吗？浅浅啊，今天小年的事我都听说了，我就是想谢谢你，如果不是你，他怕是能找个墙把自己撞得满头伤痕。王桂英连连叹气，阿姨您放心，以后如果风四年再发病，我一定会劝住他，不让他受伤的。我当即安慰他，王桂英，有你在，阿姨肯定是放心的。可是小年发病的时间无长，你也不能一天到晚24小时看着他，那怎么办？我知道他有话要说，其实吧，只要小年的病痊愈了，我们也就不担心了。但是我们都劝不动他接受治疗，小年听你的，只要你和他说了，他肯定会同意的。阿姨知道你在云市，不方便回来每周陪小年去看病，但是1个月去1次就行了。我可以让司机接送你。我一个当妈的，此生唯一的愿望就是希望小年能够痊愈。王桂英的语气带着一丝哀求，我都能想象到他此刻的模样，定是红着眼睛，一手紧紧攥着手机，全神贯注地等待着自己的回答。就像小时候自己和风四年吵架，正在参加公司酒会的王桂英急忙赶到他家里，请求我原谅风四年。当时王桂英便是这样，眼睛泛红，紧张地攥紧双手。阿姨，我也希望风四年的病能痊愈，过上正常人的生活。想起今天的事，我有些为难。今天我只是和他刚提了一下张医生，他就发病了，所以这件事我可能也帮不上什么忙。王桂英愣了一下，她只是知道今天小年发病，但是不知道他发病的起因竟然是这个。这样吧，不过还是谢谢你。王桂英神色失落地挂了电话。回宿舍的路上，我都在想风四年拒绝去医院治疗这件事，就连霍柔和他说话都没有听见。苏浅浅，霍柔双手叉腰，大声叫了他的全名，腮帮子气得鼓起来。还在想你那个竹马呀？啊？什么？你再说一次，这次我肯定认真听。我连忙双手合十道歉。行吧。霍柔放下双手，国庆不是要到了吗？我们买了车票，但是还没做攻略呢。对不起，我突然想回家一趟，不能和你去旅游了。我想回去见见许久未见的父母。上辈子我的爸爸就是在我工作1年后走的，而我却现在重生一世。我想回家看看，弥补心中的遗憾。只是国庆假期的车票非常难抢，眼看着距离国庆还有2天，我吃饭都在烦恼。今天已经周一了，你还没抢到车票吗？还有2天你要怎么回去啊？霍柔也为我发愁。等等，周一，我灵光忽然一闪，明天周二，那风四年岂不是又要来找我？如果让他改时间，后天过来，他下午的课上完，不就可以顺道蹭他的车回柳市了？想到办法后，我心情顿时又美好了起来。小年，该吃午餐了，等会儿再看手机好不好？王桂英端着饭菜放在风四年卧室的桌子上，风四年端正地坐在椅子上，双手将手机举在眼前，眼睛盯着手机一动不动。王桂英走近，喊了他几声，等了半晌也没有得到回应，他只好叮嘱一句记得吃，就先离开了，打算等他的发呆时间结束再回来继续叫他吃饭。叮咚，手机屏幕亮起，锁屏桌面显示着我发来的信息。风四年眼睛噌亮，将信息点开，柳市这边的天气好吗？看着这条信息，他的唇角轻抿而起。浅浅回他了。浅浅在想他。
他捧着手机，把这条信息反反复复看了10几次，细细回品。我等了一会儿没见回应，又急着说蹭车这件事，直接打了电话。风四年只一眼就认出了这是我的手机号，浅浅给他打电话了。浅浅非常非常想他。风四年抱着来电的手机乐呵了10来秒，在电话铃快要挂断的那一刻，这才点了接听。风四年，是你吗？我没听见声音。浅浅。风四年开心的喃喃我的名字，又把手机往耳朵旁贴近几分。风四年喊了一声我的名字之后，就陷入沉默了。不知道的还以为他不想理人呢。我知道他的话少，便主动开口：明天是周2了，你是不是要来云市找我呀？风四年只是回复了简短的一个字：你能不能改成后天来呀？我后天下课就放国庆了，但是没能抢到车票，我想着到时候能不能坐你的车一起回去。我有些不好意思。其他的话风四年听不明白，但是最后一句话他听懂了。浅浅想和他一起回家，他满脸的开心。我听见对面久久没有动静，只好开口：如果不行就算了，没关系的，我再问问别。行的。风四年急忙开口，生怕浅浅不来他家里了。以前他就是回答慢了，浅浅就跑去别人家里玩了。那我们就这么说定了。我立马开心起来。小年，午餐吃了吗？王桂英估算着时间，想着这个时候他的发呆时间该结束了，便进屋瞧一眼。果然，桌上的饭菜连碰都没有碰过。怎么没吃？是不饿吗？还是不喜欢这些菜？我听见了王桂英的声音：王阿姨来找你。那我就先挂电话了，正好我这边在食堂吃完也要回宿舍了，拜拜。对了，记得吃午餐，拜拜。好。风四年认真的和我道别，半晌，他才恋恋不舍的把手机放下，想起浅浅说的午餐，这才慢慢拿起了筷子。王桂英很高兴，不过也有些在意刚才的电话，小心翼翼问道：小年啊，刚才是谁的电话？风四年细嚼慢咽的吃着午餐，直到吃完也没得到回答。不一会儿，王桂英也把这件事给忘了，端着儿子吃完的碗碟就要离开。浅浅，风四年这才慢慢开口：电话，浅浅，原来是浅浅的电话啊，那他都给你说什么了？得到儿子的回应，王桂英激动地放下手中的餐具。浅浅说后天接他到家里。提到苏浅浅，他的说话意愿明显提高了。那你怎么说？他点头附和。风四年，行的。他的话语没有那么流畅。许久，王桂英从风四年的房间出来，别提多高兴了。20多年，风四年和他说过的话不超过10句，完全不及他对苏浅浅说的1%，以至于有时他一个做母亲的都在嫉妒这个女孩。可是今天不一样，儿子和他对话了，虽然聊的内容还是苏浅浅，但总体来说这是质的飞跃。我虽然得到了风四年的同意，但是他不明白这些东西，自己这样总有种哄骗他的感觉。于是当天晚上我又给王桂英打了个电话询问，我才问出口，王桂英就非常爽快的同意了，甚至还想亲自开车来接我。然而第2天还在上课就收到了风四年的信息，在校门。我心下一惊，连忙在老师的眼皮底下拿起手机给他回了一条信息，然而好一会儿也没有得到回答，只能先上完课再说。临近下课，霍柔戳了戳我的手臂，小声问道：等下吃什么？那个风四年来找我了，所以中午不能和你一起吃饭了。我面带歉意，不是说他今天不来，改明天吗？霍柔也知道我要坐风四年的车回家这事，我是这样和他说的，但是不知道今天怎么也过来了。我有点疑惑。好吧，你去和帅哥吃午餐吧，我一个人孤苦伶仃在食堂吃饭没问题的。霍柔佯装委屈，回来给你带奶茶，这样行了吧？我可知道他想的是什么。霍柔笑开，用手指比了个 OK 的姿势，给我带2杯，今晚不回来都行。12点15分，风四年在心里默默算着时间，默念到这，他的眼睛朝某个位置看去，一个熟悉的身影在远处出现，他紧紧盯着那个身影，唇角微扬。我差不多是一路疾走过来的，气息微喘。你今天怎么过来了？我们不是说好改成明天吗？风四年捻了捻裤腿，忐忑地垂下了眼眸。少爷每周2过来是必定的行程，如果打破了他的计划，少爷会发狂的。杨旭见他没有说话，随即帮忙着解释。我点点头，想起来确实有这么一回事。小时候有一次我过生日，晚上我们唱了生日快乐歌，许愿完吹灭蜡烛后，我捧了一块蛋糕给小四年。小四年看见蛋糕旁边的叉子，急得脸色煞白。他才接受勺子的存在不久，认知里还没有加上叉子，突然要用叉子吃东西，像是在把他刚建立起来的东西推倒。王桂英知道这是儿子发病的前奏，马上去厨房拿勺子。只有我走到他面前，稚嫩的嗓音严肃道：不准把我的蛋糕摔了，不然下次吃蛋糕我就不给你了。说完又把叉子塞到他的手里，给他示范要怎么用。等王桂英拿着勺子匆忙赶回来时，发现自家儿子已经乖乖拿着叉子开始吃蛋糕了。第2天，风四年在中午的时间又到了校门口，但是我下午还有课，所以只能让他等到傍晚再一起回去。于是我把行李收拾好，提前拖着行李箱来到校门口，站在这里太热了，前面路口有间奶茶店，要不然你去里面坐着等我吧，还能蹭空调吹。风四年连看都没看那间奶茶店，就摇了摇头，少爷不喜欢人太多的地方。杨旭开口解释，那你回车里开着空调等我好不好？我伸手摸了摸他的脑袋，风四年好像很喜欢这个动作，尽管他只想站在门口，但还是乖乖点头回到了车上。杨旭回到车上看见少爷很不舍，苏小姐下午只有2节课，只有2个小时，我们玩一下手机很快就过去了。结果风四年早已经陷入自己的世界里在发呆了。少爷身上仅有的回应还真是全给了苏小姐啊。时间渐渐过去，还是风四年最先发现车外的我。浅浅早已在心中念了千百遍的名字从他轻启的唇中发出，眼里仿佛只有我。我对上风四年投来的视线，深邃又专注，有些不自然的轻咳一声，在看什么？风四年没有说话，只是目光直直的看着我。前面正在玩手机的杨旭连忙放下手机，苏小姐，我们现在回柳市吗？我连忙收起脸上的羞赧，不好意思，麻烦你了。说着拿出一瓶矿泉水递给杨旭，不麻烦不麻烦，夫人给我开工资，给少爷开车本来就是我的工作。杨旭受宠若惊的接过，我笑了笑，又从袋子里拿出一瓶水递给风四年，喝水吗？算了，我给你拧开吧。知道他不爱说话，我干脆
脆直接拧开，把水塞给他喝。由于手滑，我半天拧不开，你等一下，我看看有没有纸。正刚准备翻包找纸巾擦，风四年轻松拧开矿泉水，递到我面前，眼眸亮晶晶得的，仿佛在求表扬一样，真厉害，谢谢。我见状试探着夸了他一句，而后就发现他的眼睛变得更亮了。不过这瓶水是给你喝的，我把水推回去，抵在他的唇边。风四年嘴唇微扬，浅浅给他的水，随即把矿泉水盖上，捧在怀里，瓶身的水珠很快就把他的衣服给打湿了。你不喝吗？我看不明白他的举动，这样喝，少爷一定是想拿回去收藏。杨旭看着风四年熟悉的举动，随即给我解释，上次你给少爷买了几个面包，让他坐车的时候吃，结果少爷根本舍不得吃，现在还供奉在房间里呢。我一时无言以对，这是拿来喝的，不是用来看的。我看向风四年，神情认真，随即他的神色就宛如一朵失去太阳的向日葵似的耷拉下来。我有些不忍，你可以把水喝了，然后把瓶子拿回去收着。于是某人的眼睛又亮得和星星一样。车子在高速路上行驶，车内放着平缓的音乐，让人昏昏欲睡。我靠在座椅上，慢慢眯上眼睛，嘴边还记得和风四年叮嘱一声，我有点困了，先睡一下，到柳市了记得叫我。风四年乖乖的点头，随后视线就一直停留在我身上，可是我并没有看见。很快就到了顾家门口，车子刚在门口停下，王桂英就走了过来，看见后座上相互依着脑袋的两人，开心的笑了笑。浅浅，到家了，回房间再接着睡吧。她柔声把我叫醒。听到声音，我缓缓睁开眼睛。我已经有7年没见王桂英了，可她和我印象里的模样全然没有变化，我一眼就认出来了。阿姨好。随后马上从车里下来，不好意思，麻烦您和风四年了，还要坐你们的车回来。说什么麻烦不麻烦的，和阿姨不用这么客气。王桂英仔细的看了看我，忽然有些心疼，3年没见，怎么突然瘦了那么多？这脸颊都没肉了，是不是没有好好吃饭？我不好意思的挠了挠头，我在学校减肥来着。我们浅浅一点也不胖，哪里需要减肥了？快进去，我们吃点饭补回来。王桂英说着就要带我进家，我慌忙摆手，阿姨，我今天就先不唠叨了，我还要回家呢，这么晚回去不安全。明天我让杨旭送你回去，今天就先在家里睡一晚，好不好？我知道你们在路上没吃晚餐，所以我做了一桌子的好菜，你总不会让我把这么饭菜都倒了吧？王桂英充分表现出逢年过节走亲戚家里的热情，我不忍拒绝，只好点头同意了。风四年看着我的身影就要从他的视线离开，身体动了动，随即跟上。王桂英的余光看见自家儿子的行动，心中感慨，以前他为了劝儿子下车进屋，哪次不是说的口干舌燥，结果现在浅浅一来，这毛病全好了。晚饭吃过之后，王桂英就带着我去房间，刚进客房我就感慨起来，顾家不愧家大业大，就连客房都比平常人家的房间大一倍。我正要关门，一个身影却挡住了门。风四年的手里多了一个枕头，双眼亮晶晶的看着我，浅浅一起睡。不行，我果断拒绝。风四年立马咽了下来，抿着嘴唇，看起来可怜兮兮。我们以前一起睡，那不一样，你现在长大了，大人就应该自己睡觉。我教育道。风四年眉心紧蹙，长大不好，讨厌，长大真讨厌，不能和浅浅一起睡了。对，长大很讨厌。我笑了笑，点头附和。那你现在快回自己的房间吧。他没有动弹，依旧抱着枕头站在门口，试图能找到机会进去。我立马走出房间，转身把门关上，断绝了他的念想。你的房间在哪？我送你回去。听见我要去他的房间，风四年瞬间开心了起来。在2楼。从小风四年就想邀请他到家里，然而因为他说话眉头墨舞，断断续续，很难表达出自己心里的想法，所以每次都没能成功邀请小浅浅。但是现在浅浅来他家里了，还要去他的房间玩。想到这里，风四年激动地拉过我的手，步伐急促地带着我进了卧室。一进房间，我就被他房间角落里放着一个小熊玩偶吸引走了注意力。这个玩偶的款式好像是10几年前的，小的时候我还特别喜欢这个小熊，只是家里并不富裕。现在突然看见这个玩偶，我的心里突然有种怀念感。这个小熊玩偶好像在10多年前就停产了，你是怎么买到的？浅浅玩。风四年眼睛一亮，拿起小熊玩偶塞到我的怀里，给我。为什么呀？等了一会儿也没有听见回答。很快，我的注意力就被房间里的其他东西吸引走了。房间里有一个玻璃展示柜，我看见了熟悉的面包和矿泉水瓶，还有一些小石子、发霉的包子，一个芭比娃娃。这些也是别人送给你的吗？我想起他爱收藏别人送的东西的毛病。风四年摇头，浅浅送的，我送给你的，我怎么不记得了？我有些惊讶，该不会这里面所有东西都是我送的吧？风四年走过来，指着小石子说道：“郭佳佳，浅浅送的。”接着慢慢指向每一个物品，这些东西的来源他全部都记得，把柜子里每一件东西都说与我听。我听着听着，情绪就变得沉重了起来，就连以前送给他一颗小石子都收藏了10几年，我真的能让他的病真的能好起来吗？浅浅不开心，为什么？一根手指伸过来，戳了戳我的脸颊。我摇了摇头，只是问道：“你有什么自己想做的事情吗？想和浅浅一起睡觉。”说到这里，他满眼星光，和浅浅玩游戏，看着浅浅。听闻他说的话里面全是关于自己的，我连忙打断：“不对，是你自己想做的事，里面没有我的事。为什么没有浅浅？”风四年的脸颊顿时煞白，脑袋又开始疼痛了。他倏地蹲下身子，手攥成拳，不停地捶打着自己的脑袋，嘴边还在痛苦的呢喃：“为什么没有浅浅？为什么？”看见他异常的状态，我也知道他这是发病了，脸色一变，马上跑过去捧住他的脸颊，强迫他的视线落在自己身上。我着急的也不知道该怎么安慰。风四年，我在这里，看着我，这里有浅浅，有浅浅。苍白的脸色渐渐恢复血色，风四年抿了抿唇，直接将我抱住。我不要离开浅浅，是我不要离开，而不是不要浅浅离开，因为他清楚离不开的人只有自己而已。在他们分离的时间里，痛苦的只有他自己。浅浅每天却过得很开心。短短的几个字，我仿佛听出了一丝委屈感。我刚才只是说假如，随便说说的，你不要激动。他安抚的拍了拍他的后背。假如也不行。风四年闷声说道：“好好好，我不说了。但是我们把这个包子扔掉好不好？都长满霉菌了。如果他不说那是包子，我根本看不出来。”估计王桂英也想让风四年扔了，但是他又拗不过他，所以只能作罢。我刚说完，
他又委屈兮兮的咽了，把它扔了，我再送给你新的礼物好不好？我伸手揉捏他的脸颊，揉成各种形状，不让他整天耷拉着一张脸。真的吗？他的嘴唇被揉得嘟起，声音含糊不清。真的。直到我再三保证，风四年这才依依不舍地把包子扔进垃圾桶里，我又把柜子里的其他食品东西都扔去外面的垃圾桶，这才安心下来。而风四年因为看着被清理一波而变得空荡荡的柜子，可怜的抿起嘴唇，浅浅，新礼物，我记着呢。时间很晚了，你快回去睡觉吧，我也要回房休息了。就在我要出门时，风四年把那个小熊玩偶塞给他，小熊给浅浅，好，谢谢。我把小熊收下，刚出门就在2楼的走廊遇见了一脸高兴的王桂英。她听佣人说小年终于原来把柜子里发霉发臭的东西扔掉，还以为自家儿子开窍了。见浅浅从他房间里出来，才知道原来是浅浅的功劳。他一眼便看见了我怀里的小熊玩偶，诧异的咦了一声，小年终于把这个小熊给你了。终于，我不明白的眨了眨眼，这只小熊买了有10多年了吧？当时很流行这个小熊形象，你出门的时候都要盯着看好久。有一天你和小年吵架了，他就执意要买它，我估计是要送给你的，不过我也不知道他为什么没有送出去。晚上入睡时，我躺在床上，才后知后觉的发现确实有这么一件事。那时我非常喜欢这个小熊，但是家里经济不好，不能买小熊。妈妈心疼我，就用针线给我缝了一个小兔子玩偶。我拿到的时候开心极了，之后逢人就说小熊没有小兔子可爱，他最喜欢小兔子了。那时小4年听见我的话，小脸颊都愁得皱起来。所以是那个时候吗？小剧场来了。年幼的时候，有一天，小4年和小浅浅吵架，小浅浅不愿意理他。回家的路上，小4年看见一个小熊玩偶，突然想起小浅浅喜欢他，于是走进店里抱上玩偶就要离开。店员看见了，马上把他拦住，恶声恶语道：“你这小孩怎么偷东西？你爸妈呢？把他们叫过来。”小4年不懂，抱着小熊就是不放手，任由店员在旁边骂他。最后还是佣人打电话告诉王桂英，他才知道这件事，赶紧过来付钱买下了这只小熊。第二天，小浅浅还是没有理他。小4年还没来得及把小熊送出去，就听见小浅浅说他不喜欢小熊了，小兔子才是最可爱的。他在家里抱着小熊垂头丧气，小熊可怜。可怜，小熊和他一样都被浅浅抛弃了。他觉得和小熊同病相怜，以至于他一直没有把小熊扔了，还留在家里。第二天早上我醒来，我拉开门刚想出去，就看见一堵站在门口的肉墙。你怎么站在这里？风4年的眼睛看到我的时候，霎时变得明亮无比，乖巧道：“浅浅睡觉，不能打扰。不好意思啊，我起晚了。你是不是在这里等很久了？”我尴尬的摸了摸后脖，3个小时28分钟。他对时间一直很敏感，这么久，脚是不是站累了？下次如果要等我，就去客厅的沙发坐着，不要站在这里了，这里就可以第一眼看见浅浅。风4年看着我说出的话是那么暧昧而又真诚，听得我耳根发烫，都不敢看他。那个，在这里站那么久，肯定还没吃早餐吧？阿姨肯定在客厅等我们，我们快点出去吧。在他没有看见的地方，我满脸通红，羞赧的用手做扇，扇了扇脸颊，淡定淡定。他的脑回路不同，怎么可能是情话？吃过早餐后，我就和王桂英他们告别，准备坐车回家了。离开之前，风4年还在恋恋不舍地扒拉着出租车的车窗。风4年，快放手，听话。我戳了戳他的手背，他点了点头，手上的力度却没有松开半分。王桂英看不过去了，连忙过来拉他，浅浅要回家，我们不打扰他好不好？他垂下脑袋，依旧固执地扒着窗口。如果你放手，我明天就再来看你。我只好使出了最后一招利诱，明天我带你去剪头发好不好？都戳到眼睛了。我很久就想让他去剪头发了，但是又怕他自己不愿意去。好，风4年开心地将手收回，心里默默盘算距离明天还有多少个小时。我和风4年约定好时间，这才终于能坐车回家。就在车子要驶出路口时，我下意识地回头看了眼，风4年还站在大门，伸长脖子望着车子，不愿离去。忽然间，我竟然莫名觉得此时的他和霍柔提过的望妻时真的很贴切。我家在一个老旧的小区里，是当时爸爸工厂分配的小套房。我刚进小区，就有一些在小区大院里散步的邻居阿姨向我打招呼：“浅浅回来了。”浅浅是回来过国庆的吗？前2天我还听见你妈说想你呢。这些阿姨叔叔都是看着我长大的。我一边向他们问好，一边提着行李箱上楼。我正准备掏包拿钥匙，房门就从里拉开了。我刚刚听老洪说囡囡回来了，我还不信，没想到真的是囡囡。赵香梅乐呵呵道，李恒海也感到惊喜，囡囡回来怎么不和我们说？我都没去车站接你。看见父亲，我的眼睛蓦地红了，嗓音难以控制的哽咽起来。爸！李恒海顿时心疼坏了，这是怎么了？是不是在外面被人欺负了？你告诉爸，爸去给你出气。我摇摇头，吸了吸鼻子，没有人欺负我，我就是想你们了。听见女儿没被欺负，赵香梅才放下心，多大的人了，还哭鼻子，也不嫌害臊。虽然是这么说，但赵香梅嘴上的笑容却是愈加灿烂。我想我爸妈怎么就要害臊了？我笑嘻嘻的开口。晚上吃饭的时候，赵香梅做了一桌子丰盛的饭菜，全是我喜欢吃的。吃饭前，李恒海照常给自己点了一支烟。爸，不要抽那么多烟，对身体不好。我蹙起眉头，其实我一直怀疑父亲的肺癌是烟草引发的。李恒海对我的话没放在心上，我就抽这一支，不抽烟干活都没力气。不行，我直接板着脸，十分严肃地将他嘴里的烟拿走，掐灭了扔进垃圾桶里。女儿这么强势的态度让他心虚地摸了摸鼻子，你这孩子，平时抽也不见你说什么，怎么今天突然从学校回来，就跟变了一个人似的？我心虚的眼神闪了闪，什么变了？我这都是为了你的身体好。之前妈还说你检查出3高呢，难道医生没说要让你戒烟吗？说完我就喊还在厨房的赵香梅给我撑腰，妈，爸又抽烟了。李恒海神色顿时慌了起来，嘘，别说别说。然而为时已晚，赵香梅举着锅铲就从厨房跑出来，凶巴巴道，什么？你哪来的私房钱买烟？全给我交上来！李恒海弱弱为自己狡辩，是小区一个大爷给的2支烟。赵香梅秉着怀疑的态度，把他身上都搜了一遍。我看着爸爸妈妈的闹腾，嘴角抑制不住的开心。第二天，我正在家里帮着赵香梅分担了一些家务，时间不知不觉就过去了。最后还是风4年给我打电话，
浅浅，接你，你是要过来接我吗？那你到了后记得给我打个电话，我就下去。还记得我家在哪里吗？记得。他回答得非常快，语气里还藏着一丝求表扬的意思。我也没有吝啬自己的夸赞，记忆力真棒。赵香梅一脸神秘地凑过来，挤眉弄眼，谁要过来接你啊？语气还那么温柔，难道是男朋友？你想哪里去了？是风四年要过来，我等下要和他出一下门。我脸色微红的解释。赵香梅怔了一瞬，也想起了那个患有自闭症的孩子，你怎么又和风四年走到一起了？你不是说和他绝交，再也不来往了吗？他现在还记得那天囡囡躲在房间里哭的场景。大学的志愿为了避开风四年，还特地选择了外地的大学。之前我还小，不懂事，现在长大了，再回头看，不就觉得没必要了吗？我笑嘻嘻地搂上他的胳膊，撒娇道：而且你以前不是挺喜欢他的吗？我们现在再联系上，你不高兴吗？赵香梅叹了一口气，虽然我不知道当初你们为什么吵架，但只要你能开心，和风家断了来往又如何？我再怎么喜欢风四年的孩子，又怎么抵得过我的亲女儿呢？我和你爸就是希望你不要勉强自己，以后过得开心就好。我听闻妈妈的话，心里一阵感动。我们家的经济并不好，但是自从认识了风四年后，托风家的福，爸爸妈妈都升职加薪。然而即使是这样，在我要和风四年绝交时，李恒海和赵香梅也是站在我这边的。如果当时我没有和风四年绝交，我们家是不是都能换大房子了？说实话，你会不会觉得可惜啊？我心里有些忐忑。那我们要是把你卖给风家，你说我现在是不是已经睡在铺满钱的床上了？赵香梅啧声，想想还真是有些可惜。妈，我闻言娇嗔着跺了跺脚，心头的不安霎时消失得无影无踪。接着电话铃声响起，妈，风四年到楼下了，我先出去了。我挥挥手就出门了，出去玩注意安全。赵香梅跟出去叮嘱。不一会儿，我就朝小区门口停下的那辆黑色小车跑去。站在小车外略显木讷的男人下一秒便鲜活了起来。怎么不在车里等我？这样外面不热吗？我拉开车门，催促着风四年上车。不热。他摇头，乖巧的在车上坐好。虽然他这么说，但我还是看见他额头有汗珠渗出，随手从包里掏出一张纸巾帮他擦拭。这里也要擦擦。风四年唇角轻扬，又指了指脖子。我眉头一挑，还学会得寸进尺了，把纸巾塞给他，自己擦。风四年瞬间委屈的抿起嘴唇，拿过纸巾不情不愿的给自己擦拭。不是浅浅擦的，一点也不香。苏小姐，你现在要去哪里？杨旭发动了车子。今天出门的时候他也听说了，苏小姐是要带少爷去剪头发的。先开到前面路口，在那里停一下吧，我带风四年去剪下头发。我想了想，随即说道，路边有很多的小店铺，墙面是未经装饰的水泥墙，就像毛坯房一样，加上通光差，店内看起来黑乎乎的。我带着风四年轻车熟路来到一间狭小的理发店，店里有一个年迈的老人正坐在电视机前，一手拿着大蒲扇摇晃，目不转睛地看着电视。周爷爷，我们来剪头发了。我开心地对他喊道。老人听闻声音，笑呵呵地起身，还拿了2个苹果。原来是浅浅啊，这次放假没去外面玩吗？我也没有跟他客气，随手就拿起苹果啃了起来，另一个苹果给了风四年。看见他眸里的光芒，我就知道他心里在想什么，马上叮嘱一句，现在吃了，不准拿回去收藏。风四年刚冒出的念头就被掐灭，只能乖乖咬了一口苹果。我想我爸妈了，就没出去玩。爷爷，我这次是带风四年来剪头发的，你帮他剪一下吧。我把风四年拉到剪头发的椅子坐下。好好好。老人边准备剪头发的工具，边和他们唠嗑。这么多年没见，小年都长得这么俊了，如果不是浅浅说，我都认不出来了。好了，头发要剪多短？我对男生剪头发的长短也不是很懂啊。爷爷你看着剪吧，看起来清爽就行。行嘞。老人给他围上一块布，就要开始工作。风四年蹙起眉头，手攥起身上的布，想要把它扯开。怎么了？是脖子系得太紧了吗？我上前帮他松了松脖子的布块。风四年没有说话，依旧不适应地扯着布块。那是因为什么？你要告诉我，我才能帮你解决。我将声音放柔，轻声问道。你不是和我保证过，有什么事头疼了会说出来吗？难道你是骗我的？风四年一听，马上慌忙摇头，不骗。不骗浅浅，不喜欢他碰。我忽然想起，他确实不喜欢别人的触碰，而我则是少有的那个人。于是佯装生气地看着他。可昨天你不是同意剪头发了吗？你要反悔吗？风四年满脸纠结，他不喜欢别人碰，可是他答应浅浅要剪头发的，怎么办？就在他急得脸颊都要憋红时，一只温暖的小手握住他的手掌。我牵着你，你让爷爷帮你剪头发，好不好？风四年紧紧回握住我的手，这才勉强同意。老人在旁听见他们的对话，开口道：没想到这么久，小年还是这么依赖你。我扯了扯唇，看了眼风四年，没再说话。剪完头发后，风四年端正的五官全部显露出来，整个人瞬间焕然一新。他站起来，不停睁大眼睛看着我。怎么了？不喜欢剪这么短吗？我见他的行动有些奇怪，随即问了句：浅浅更清楚了。他唇角开心的上扬，看起来很满意这个剪头发的结果。喜欢。我一时间分不清他说的是喜欢剪头发还是喜欢他，但也没有再问。好了，头发也剪完了，我们快走吧。我和老人道别后就拉过风四年迅速离开，生怕晚了一步要遭到周爷爷的调侃。回到车上，风四年垂头看着空空的掌心，不悦地抿了抿唇。明天剪头发，今天剪了，明天不用剪了。我对他解释。为什么？风四年不解。头发1周或者2周修剪一下就行了，每天都剪你就变成光头，不好看了。他顿时纠结的整张脸皱起来，内心仿佛在为什么重大事件做斗争。他喜欢剪头发，可以和浅浅牵手，可是变成光头不好看，浅浅就不喜欢他了。他想要和浅浅牵手，但是又不想浅浅不喜欢他，怎么办？我对杨旭说了句去中心商场，回头就看见风四年的脸又皱了起来，在想什么？风四年看了我一眼，心里不想说话，但是又想起刚保证过有什么事情要告诉我，只好开口。剪头发可以和浅浅牵手。我眨眨眼，因为可以牵手，所以你明天也想剪头发？风四年点头，而后又认真纠正我的话，每天是每一天，每一天都想牵浅浅的手，所以每天都想去剪头发。我见他傻得可爱，伸手摸了摸他的脑
脑袋，笑了笑，谁告诉你剪头发才可以牵手的？想牵手什么时候都可以牵呀，现在也可以牵。风4年的脸颊瞬间开心的舒展，眼睛发亮，朝我伸出手掌，满脸期待着牵手。不过我现在不想牵，我忍笑道。风4年一下咽了下来，委屈的看着我。哦，浅浅想牵手，要告诉我，浅浅什么时候才会想牵手呢？中心商场是一个杂货大商场，很多小商贩都喜欢来这边摆摊，卖什么稀奇古怪东西的都有。刚刚妈妈发消息说让我带一口锅回家，所以就准备到这儿来买。我正准备下车，就看见风4年也动了，连忙劝阻，里面人流量大，你别进去了，在车里等我，里面的人那么多，万一谁不小心碰到他，发病伤到自己和别人都不好。浅浅去，我也要去。风4年垂下脑袋，就是不愿意留下。苏小姐，要不你就带少爷进去吧，有你在，少爷一定不会发病的。杨旭见他可怜兮兮的模样，有些心疼，随即开口帮他说话，不会头疼。风4年马上点头附和，一双大眼睛可怜巴巴的看着我。少爷如果不进去，估计就要在车子里发病了。杨旭努力为自家少爷说话，风4年也跟着附和，发病。我眉头一挑，双手环胸，这是在威胁我吗？不带你进去你就要发病，什么时候学坏了？没有学坏。他着急的为自己辩解，不进去，等浅浅。浅浅最讨厌坏人了，他学坏了，浅浅会讨厌他。杨旭心里暗自可惜，他都看见苏小姐神色松动了，结果少爷这么快就认乖了，这要放以后，少爷肯定是个妻管严。见状我轻轻笑着，算了，进去就进去吧，但是头疼要告诉我，我就带你出来。风4年这才高兴的重重点头。我担心他被人撞到，刚进商场就牵上他的手。风4年低头看着牵过来的小手，心里的小花转个不停。浅浅想和他牵手了，可是浅浅没有告诉他，还好他什么时候都想和浅浅牵手。商城越往里走，人就越多。风4年眉头轻蹙，紧紧抓着我的手，垂下脑袋躲避别人的目光。头又开始疼了吗？我见状随即问道。他轻轻摇头，往我身边靠近，不疼，只要浅浅在就不疼。那就好，真乖。这么多人看着，我不好意思摸他的脑袋奖励，只是对他笑了笑。然而听到夸奖，风4年就很开心了，唇角微扬，又害怕其他人的目光，马上明起，跟在我的身边。你这么大了，也要跟着妈妈吗？旁边一个小孩子看着他的样子，抬起脑袋，那双圆碌碌的大眼充满疑惑。风4年看着地面，沉默不语。许久，久到小朋友都以为他不会回答，他的嘴唇才动了动。浅浅，不是妈妈。听到声音，小朋友怔了一下，后知后觉才知道是在跟自己说话。不是妈妈，那你为什么要跟着他？你喜欢他吗？我们班上有一个小胖，他喜欢小美，也会一直跟着他。小朋友的话很多，有人和他说话后能巴拉巴拉说个不停，直到他妈妈过来拉走他，风4年的耳边才得以清静。等我在摊位上挑完平底锅，半个小时就过去了。或许是因为风4年全程太乖了，我往外走了几步，才猛然想起身后还有一个人，正要说什么，风4年就抢先开口了，喜欢。无厘头的一句话。什么？我愣了一下，喜欢浅浅。他认真的重复，然而问他的小朋友早就走了。这句话听得多了，我都免疫了，继续带着他离开，嘴边还嘟囔起来，你知道什么是喜欢吗？说说看。风4年脸颊皱了又皱，什么也说不出来，最后只能委屈巴巴起来，知道，好。我无奈点头，并没有放在心上。离开的时候，我经过卖衣服的摊贩处，一个妇人突然窜出来，拿着一件衣服对到我们面前揽客。美女，看看我们这里的衣服吧，又便宜又好看，穿起来你就是这条街上最靓的仔。帅哥，我的衣服布料也丝滑，要是不信你摸摸。这里热情的推销方式把风4年吓了一跳，忙往我身后缩。我们不买衣服，谢谢。我及时把妇人拉住，不让妇人碰到他。不买也可以看看啊，你在别家绝对买不到这么好的衣服。妇人边说边扒拉着衣架上的衣服，送给旁边这位小帅哥也可以啊，小帅哥肯定会喜欢。风4年的睫毛颤了颤，眼眸有一瞬亮起，送。我看见他的样子就知道他心里想的啥了。上次保证过会送新的礼物给他之后，他就一直念着。好吧，当做是你今天乖乖剪头发和没有头疼的奖励。我走过去，在衣架里挑了一件浅色的上衣，往他的身上比了比。喜欢这件吗？喜欢。风4年抿了抿唇角，露出一个浅浅的笑意。他连看都没有看，只要是微微的礼物，他都喜欢。算了，我还是自己选吧。风4年口中的喜欢没有参考价值，怕是就算我送一片树叶，估计他也会宝贝得收藏起来。事情办完，我就和风4年分别，各自回家了。风家，王桂英听见前院里有车子轰鸣声，立刻起身走了出去，正打算和往常一样哄他下车，就看到他抱着一个袋子在傻乎乎的笑。小年怀里的是什么？杨旭立即解释，这是李小姐今天买给少爷的衣服，少爷宝贝得很，谁都不让碰。王桂英点点头，心中顿时有了主意。小年，我们回房间试穿一下微微买的衣服好不好？再拍个照片给微微，她肯定会很高兴的。果然，一听到微微2个字，她迅速从车上下来，径直跑回房间。微微高兴。王桂英笑了笑，后脚也跟着她回了房间。风4年已经把新上衣穿上了，拿着手机，神色着急地看向王桂英，拍照要给微微看。王桂英乐呵呵地接过手机，找了几个帅气的角度，狂按快门，一下就拍了20几张照片。儿子小时候他还能给他拍照录像留念，可是长大后他就开始排斥镜头了，他心里还遗憾了好一阵子。没想到今天能有机会给儿子拍照，他边拍边笑得合不拢嘴。王桂英在几十张照片里选出一张最帅气的照片发给了我，微微过会儿就会看见了。风4年往屏幕上看了眼，确定已经发出去后，
这才把衣服脱下，叠得整整齐齐，手法简直比外面服装店员工还要专业。接着捧着衣服走到玻璃展示柜前，摆好，上锁，一气呵成，站在展示柜前看着衣服傻笑。王桂英喊了他几声也没有反应，见他再次沉浸在自己的世界，只好不再打扰，默默离开房间。我回到家后就一直在干活，他有时间掏出手机看一眼时，已经是晚上了。我先看了几个同学发来的信息，一一回复，最后才点开封4年的信息，看着手机里的照片，那双看向镜头的眼眸有些呆滞，仿佛没有一丝感情，让人看了心疼。他的长相确实是百里挑一，就连电视上的明星都比他逊色几分，只是可惜他的病。于是很认真的回复，很好看，你就是最帅的仔。国庆7天假期过得很快，转眼假期就只剩下最后1天了。他在家里和父母待了几天，越接近收假的日子，心里就越是不舍。囡囡，明天回学校的车票买好了吗？吃早餐的时候，赵香梅问道。我把椅子往他身边拉近，倚在他的肩膀上撒娇，妈，我不想去学校了，我想在家里陪着你们。赵香梅笑着，怎么这次从学校回来就变得这么粘人了？以前也没见你说舍不得我和你爸。我一直都舍不得啊，只不过以前腼腆没说而已。我嘟囔着反驳。听闻女儿的话，赵香梅心里自然是开心的，然而对她不想去学校这件事还是秉持着严肃的态度。我和你爸还指望着你毕业找个好工作养我们呢，还剩最后1年了，你不去读书哪行？我就是说说嘛，等我毕业赚大钱，就让你和爸爸在家里享福，我们把那间小早餐店关了，又或者请几个工人帮忙都行。我畅想着以后的美好生活，还好这次我还来得及。赵香梅笑盈盈的听了一会儿，才打断道，好了，剩下的话等今晚吃饭的时候再和你爸一起说吧，现在我们该去店里帮忙了，不然你爸一个人可要忙不过来了。我点点头，就挽着赵香梅的手臂出门了。只是没想到今天出门竟然会偶遇到高中的男同学，那位我抱有好感，但是在毕业聚会上被掐灭幻想的男同学，也是引发我最后和风4年绝交的起因。